小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？为什么电影主角总是活到最后？你以为他们是不死之身，直到有天你看到一部电影，主角居然死了，不是替身，不是做梦，是真死，全场鸦雀无声。那一刻，你才第一次认识到，原来英雄也会下台，主角也有离场的一天。今天的经文就是这样的一幕，不是壮烈的战场，不是华丽的结局，而是一座静静的山，一位老去的祭司，一段传承的时刻。民数记20章22到29节，以色列人来到何珥山，神吩咐摩西和以利亚撒，亚伦的儿子，带着亚伦上山，并当着众人面前将祭司职分从亚伦交给以利亚撒。接着亚伦在山上去世。这段经文记载了亚伦谢幕的时刻，也见证了属灵权柄的交接。没有哗然的鼓掌，没有英雄式的颁奖，只有平静的转换与深深的哀思。王种真名王国正，是一间上市公司的创办人，从一间10坪大的小工厂起家。30年后，他把这家公司推向国际，成为台湾制造业的骄傲。他是典型的拼命三郎，年轻时亲自跑业务、修机台、开货车。员工们都说，王总一天工作16小时，没有他做不到的事。但就在60岁那年，董事会请他思考接班。一开始他笑笑地说，还早了，我身体壮得很。但2年后，一场心肌梗塞让他住进加护病房。那一夜，他第一次对老婆说，我好像该放手了。康复后，他开始思考交棒的事。他有3个孩子，最小的女儿国外念设计，大儿子兴趣不在经营。最后，他选了2儿子王子谦，一个在公司待了5年，总是默默努力，不太讲话，但很有脑袋的年轻人。有一天，公司举办高层会议，王总开场讲了一句让所有人眼眶泛红的话，今天我不是以董事长的身份站在这里，而是以一个父亲跟大家说，接下来换他来带大家飞了。全场安静，只有相机快门声，咔咔咔。王总走到王子谦身边，脱下胸前那块董事长名牌，戴到儿子身上，然后用力拍了拍他的肩。没有掌声，却有好多双红了眼眶的眼睛。接下来的1年，王总退居幕后，没有插手决策，也不乱下指令。有时候在公司遇到员工，大家还是习惯叫他王总。他笑笑地说，别这样，现在是小王总了。3年后，公司业绩翻倍，媒体访问他，你有遗憾吗？他说，没有。人生最难的事不是创业，是懂得适时放手，让下一棒跑得更快。
亚伦不是失败者，他是一生忠心服侍的祭司，是摩西的得力助手，是人民与神之间的桥梁。但神说，你要上山，把职分交出去。他没有抗拒，也没有抱怨，只是安静地走上那座山，完成交接，然后离开。有时候我们也会来到一个人生的何尔山时刻，我们努力多年的工作、服侍、角色，可能被交到下一位手上。那不是失败，而是一场有意义的谢幕与传承。学会放手是一种更深的信心，因为你相信神的工作不只靠你，而是代代有人接续。英雄不一定要站到最后一刻才光荣，真正的伟大是愿意在神定的时候微笑下台，祝福上台的人。因为这场人生不是我的个人秀，而是神编写的一出大戏，每一幕都有它的光辉。今天你愿意在舞台上发光，明天你也要甘心在台下鼓掌。这就是亚伦教我们的生命智慧。